嗨，大家早！2024年1月14号周日，现在是早上的6点04分。今天继续轻松跑，大概5分配，跑个15公里吧。我们加油干！7.16公里，跑完1圈半了。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下我用过的那些运动手表。先说一下，我目前正在用的是佳明的 Phoenix 7X， 然后我第一款用的运动手表是，其实不是手表，是华为的运动手环第4代，是最早21年刚开始有想运动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买的。然后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吧。先说优点，第一就是很轻便，非常小巧，戴在手上基本上无感。晚上戴着睡觉也不会有任何的就是束缚啊、压迫的感觉，非常舒服。第二点，价格很便宜。当时大概花了200块钱左右买的，非常便宜。然后第3点就是它的运动数据还算可以啊，虽然比不上专业的运动手表，但是作为一个200多块钱的设备来说，我觉得作为刚入门的时候的选择还是挺不错的。第4点就是它的心率很准，这个是我后来也观察过其他的华为的那些运动手表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整个华为的它的这个所有这些心率设备，它的心率都是很准的，在所有的运动设备里面绝对的第一梯队。说完了优点，再来说一下它的缺点吧。第一个是它如果作为一个装饰品的话是不太好看，有点像个玩具，特别小，然后屏幕也特别小，操作起来没那么方便直观。然后第二点，它没有独立 GPS，就是说，如果您在跑步或者在走路的时候想看到您的运动轨迹的话，是必须要带着手机的，它是没有办法只靠它那个手环来记录您的跑步的一个路径。然后再来说一下我用的第2款运动手表，就是从华为换过来的苹果的Apple Watch 第5代，当时也是把手机也是从华为的 P20 换成了 iPhone 12。还是先说一下它的优点。第一是功能强大，可以说是最好用的智能手表，很多的细节做的都非常到位。从使用体验上来说，是绝对的第一梯队，完全没有对手。第2点就是它的颜值，它的颜值绝对是在所有的方形手表里面是最高的，尤其是不锈钢的版本。我买的就是不锈钢的，不管是黑钢还是白钢都非常好看。然后第3点，它的数据准确，不管是心率还是运动中的一些数据还是 GPS 都非常的准。比如像跑步的那个实时配速，它是可以精确到我记得好像是 0.1 小数点后1位。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可持续更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
非常强大的。比如说当初从 WatchOS 第8代升到第9代，还是9升10来的，它把那个左右平衡啊，还有步幅，还有垂直振幅，就是跑步相关的这些数据，都通过软件更新的形式给更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从实验上来说，真的是体验非常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苹果它在出这个手表之前，出这个系统之前，就已经把硬件已经配置好了，然后后期就只需要通过软件升级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手表新增很多的功能。当然这一点佳明也做到了，像佳明也是它的这些跑步动态数据也是后来通过升级系统的方式来给大家更新出来了，不用再搭配以前的小绿豆来得到那些数据。那说完了优点，再来说一下苹果手表的缺点。第一，续航。这个续航是可能是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的一点。像我以前用的那个第5代苹果手表，基本上1天1充吧。虽然说起来在体验上可能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它充电也挺快的。我每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就放着充电，然后也就充那么一次就充好了。但是难免会有一些电量焦虑，尤其是当您需要出远门的时候，必须得多带一个充电器。不像佳明的话，你要是出门个3-5天，根本就不用带充电器。这是一个续航的问题。第二个是价格偏贵，普通版的，因为我很久没有关注过它的价格了，好像得3000左右吧，就是价格相对来说是偏贵的。然后它的那个 Ultra 最顶配的那个表，价格得去到6000多。说实话，苹果的这个表除了这2个缺点，我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了。不管是它的一个使用体验啊，还是它的生态，没有办法，真的太强大了。对我来说，如果说苹果它的这个手表但凡能续航个3到5天，我绝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它。再来说一下我用过的佳明手表，就是从 Apple Watch 换成了佳明的255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把它换成了955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把它换成了 Phoenix 7X。 关于255、955和 Phoenix 7X 这3块表的区别，我就今天先不讲了，就统一只说一下佳明的优缺点吧。首先，佳明的优点，第一个，功能强大，功能真的非常强大，各项运动数据非常的详细，尤其是跑步。当然它的自行车和游泳这方面可能也很强大，但是因为我没有骑过自行车，我也不会游泳，没有办法体验到。只从跑步这方面来说，功能是非常强大的。第二点，它的生态也是非常的强大，它的
配件非常之多。如果您跑步的话，它有官方自己的心率带，有跑步的传感器，光心率带它就有7、8种吧，7、8种不同的心率带。然后如果您骑自行车，它就有什么功率计啊、码表啊、踏频器啊，各种各样的，并且就是这个自行车还有跑步这一块的有一个传输协议 ANT 加，这个协议就是我记不太清楚啊，是不是佳明自己搞出来的，还是说他收购的？反正这个行业内大家都在用的一个协议，就是属于佳明的。第三个是佳明的算法，他用的算法是叫Best First 还是 First Best 来的，那个公司也是佳明收购的。这个算法公司，它的算法像以前的华为和苹果，还有国内的很多的这些专门做运动健康设备的，都在用它的算法。这个在这个运动算法这一块，它也是有着统治地位的。然后第4点就是用佳明手表的人非常多，你不用担心遇到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你会很容易的在你的跑团或者是在网上找到跟你同样用佳明手表的人，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搜到相关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去找别人问。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用佳明的时间也挺长的，用了它的3款设备，包括心率带和跑步豆我也用过。基本上可以说佳明的整个系统我都还挺熟悉的。如果您在使用佳明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咨询我。在这一块的话，我还给您推荐一个专门卖佳明设备的一位朋友，叫陆一鸣，您可以在 B 站搜索一下他，基本上佳明的所有问题他都可以帮您解答。那说完了佳明的优点，再来说一下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功能，怎么说呢？功能强大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功能强大也就代表着它的上手难度会比较高，会比如说像华为啊、苹果啊，还有高驰这些手表，它的上手难度会高一些。比如说要搭配这个佳明手表使用的 APP， 您就得装3个。这个对于现在智能化的时代来说是有点反人类的，有点相当的不智能的。刚刚那一段路灯灭了，找一段有路灯的地儿咱们接着聊。包括佳明它的这些 APP， 我觉得设计的也很复杂，很繁琐，很多的功能菜单设计的非常乱，您很容易，特别是刚开始接触佳明手表的人，很容易会搞不清楚一些功能在什么地方。可能您今天用过了，明天就忘了在哪了，很难用。反正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很难上手。第2点缺点是我个人非常难以忍受的，就是它的跑步的乳酸阈值必须得搭配心率带来测试，它不能通过您平时的跑步来给您自动生成，像高驰就可以。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恶心。我当初为了测出我的乳酸阈值，专门买了佳明的心率带，然后发现
它这个乳酸阈值还得专门跑一个测试，然后我就跑了几次，我发现它的这个测试的那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一般的人根本就测不出来，太难了。这里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那个测试是怎么测的。首先热身大概30分钟，或者您自己掌握时间，然后用140到150的心率跑个3分钟4分钟，再用150到160的心率跑个4分钟，再用160到170的心率跑10分钟，然后170到180，180到190跑3分钟，直到测出您的乳酸阈值心率为止。像我的话，我一般心率顶到160就顶不动了，让我用170的心率去顶4分钟，怎么顶啊？所以我测了得有7、8次，根本就测不出来，后来放弃了，一怒之下把心率带也卖了，这个真的非常遗憾啊！所以我到现在我的佳明手表上面都显示不了我的乳酸阈值。14.3公里了。关于佳明的一些想法，和一些经验，下期再跟您接着聊吧。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路灯都灭了，然后马上也要到家了。今天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运动手表的购买建议，我也会在下一次来和大家一块聊。跑完了15公里，平均配速451，用时1小时12分，平均心率136。今天和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我用过的这些运动手表，然后下一期还会接着跟大家聊一下佳明的运动手表，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购买建议。行，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再见，加油干！